Hello， 大家好，我是阮芳，歡迎收看 Dr. Gracie。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愛玩不睡覺，那要幹嘛呢？有些事情你不做就沒有下一次嘍。或者有些人會覺得說，都做完了，我到底還要幹嘛才行？這邊可以講一下，就是男性跟女性的差別。其實我現在不太喜歡用男生女生或男性女性或生理男生理女，我覺得這個的差別是在於個性。只是大部分的生理男他可能射精完之後比較沒有辦法注意到這邊，生理女呢更多一點，因為大腦結構不一樣，會多一點更要求感受。但是不代表女生都一定要這樣，或男生做完都一定就是倒頭就睡。所以我打個岔，我想問一個問題，女生是不是没有辦法理解我們所謂的聖人模式？也不是女生不能理解，因為牽扯到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只要是有高潮的人哦，不分男女還是什麼的，只要是你真的有高潮的人，理論上都應該會有聖人模式。所以沒有聖人模式，是不是可以回推他並沒有生理上的高潮？但是又說回來了，兩個人做愛本來就沒有一定要生理上多高潮，有些人要的就只是那個互動的感受而已。那我覺得應該說，大部分生理男射精完，因為荷爾蒙的改變，多巴胺下降，泌乳激素上升，這個泌乳激素上升就會讓人處於一種沒有性慾的狀態，也就是現在大家俗稱的聖人模式。那女生要怎麼樣理解這一部分呢？就是女生在生完小孩哺乳期的時候，女生的哺乳期狀態跟男生射完精的那個荷爾蒙上升都是泌乳激素增加，但是不代表這個是聖人模式，那個就叫做聖人模式，不是哦，完全不是這樣的意思。只是你可以用那個沒有慾望的狀態來感受哦，男生射完精的那種沒有慾望的感覺，跟女生在哺乳期他沒有慾望的感受是一樣的。射精完泌乳激素上升這段期間，他除了會沒有慾望之外，他還會很想睡覺。那這個很想睡覺，除了荷爾蒙造成，還有如果你做愛時間是比較偏晚上的，那加上如果這個人本身精神狀態都已經不太好，或平常壓力比較大等等的，就會讓他更想睡。但是也不能這樣子合理化，你射完就睡覺。我覺得兩個人之間還是彼此都要多一點的理解跟協調，就是男生明明很想睡，可是你可以多做一些事情。那女生你知道，她射完想睡，不是因為不愛你，那我們多一點體諒，我覺得這樣子的關係會更好。也就是說，那為什麼女生做愛完不睡覺，到底要幹嘛？不能這樣說，應該說感受型的人，不見得是在女生，其實有些男生也會做愛完，其實你必須要有一點那種，我們去一個餐廳吃套餐好了，會有前菜。牛排，那後面就會有甜點嘛，或是一些服務的過程。那假設你去吃，我們去吃那個大餐，它沒有生菜也沒有甜點，你一坐下來就直接給你牛排，吃完之後就收了就走。跟前面跟你慰問很多啊，然後先給你吃沙拉啊，問你口感怎麼樣啊，給你吃主菜啊，再給你上甜點啊，謝謝你，換下一次再來。這個會影響到我們會不會再去光顧的一個因素嘛。所以，如果你做完愛，你可以多做這些事情，讓你的伴侶感受更好一點。即使他沒有高潮，他還是會想跟你做愛的。那我們到底至少在那個狀態下要做什麼事情，才讓女生的感受比較好呢？我覺得說很客觀的話，他感受怎麼樣好，只有跟他交往的你才會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什麼都不懂，你也什麼都感覺不到，那你就做完愛先抱着他，睡着也是要抱着他睡着。你再怎麼樣，你要抱着他一起。那另外呢，做完愛兩個人其實都要清潔，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SOP。射完你不要馬上睡，馬上抱着他去廁所，兩個人一起洗澡，對方也會稍微有一點，也不能說滿足，就是你們是一起的，然後再回到床上一起睡覺，或一起看電影，一起幹嘛都好，只要是一起的，我覺得這已經是最低標準了。你要幹嘛都拉着他一起。那在那個情況下，復盤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就是我們來復盤，我們剛剛我們到底哪裡做的，我哪裡有做得好，或哪裡做不好，那個是不是一個對女生來說會很解嗎？還是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復盤，也是兩個人一起做的事情呢？的確，
但是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建議你們說做這件事情好不好，因為這真的要看人。假設你真的沒有讓他高潮，你硬要問他有沒有高潮，那這會很尷尬。假設你們兩個本來關係就很好，可能這一次真的沒有高潮，他是可以讓你溝通的，那當然可以啊。可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會擅長溝通這方面的，我是覺得不要輕易的問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還是以對方的感受為主。做完愛不睡覺要幹嘛呢？不管你要幹嘛，你就是帶着他一起，抱着他一起。我覺得只要讓你的伴侶感受你是重視他感受的，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夠。女生其實要求也沒有到很多，老實說。祝福你們幸福咯！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拜拜。